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精华拍上去，水珠在脸上滚，但就是进不去，或者摸着脸坑坑洼洼的，怎么敷面膜都没有用。这个不一定是你选错了产品，有可能是角质在挡着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菠萝，欢迎大家回到我的 channel。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去温柔的去角质。说到去角质呢，我相信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是刷酸、泥膜、角质铲或者是黑头针，但这些我都通通不推荐，因为你们可以想一下，角质呢其实就像是干了的米粒粘在饭碗上，如果我们用钢丝球去刷它的话，可能反而会刮花碗面。皮肤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如果我们去暴力的拆卸它，反而可能会对我们的皮肤屏障造成一些影响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里面呢，我将给大家演示我平常是怎么柔肤，怎么去温柔的剥离角质的。好的，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马上开始。先说一个很多人都会忽略的事情，那就是去角质之前，我们的脸一定要先是干净的。因为如果你的角质和脏东西混在一起，没有先把脏东西清除干净的话，后面再怎么去剥离角质都是白费。所以卸妆洁面真的是柔肤很重要的一环。像我之前也说过，通过正确的卸妆洁面呢，其实能解决70%的皮肤问题的。那具体的原理和手法呢，大家可以看我之前卸妆洁面的那条视频，我在这边就先不展开了。那我的做法呢，是把卸妆和蒸脸结合在一起，取适量的卸妆膏，打开蒸脸仪，配合着蒸汽一起卸妆，整个过程不超过3分钟，然后去水洗掉。蒸汽这个过程其实非常的重要，它可以去加速柔软我们的皮肤，还有加速我们的一个新陈代谢，之后呢会让角质剥离的更容易一点。那这个蒸脸仪呢，是我10几年前在香港买的了，当时其实买回来之后根本不知道怎么用，没想到后面被我发现了这个用法。洗完卸妆之后呢，你的脸还是湿的，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进行第二步，蒸汽洁面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取平常2倍量的泡泡，1分为2按在脸上，然后打开蒸脸仪蒸2分钟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要说一下的，就是不是所有的洁面都可以这么用，因为普通的洁面如果在脸上停留太久，它反而会把皮肤上的一些好东西给带走，比如说天然油脂，导致越洗越干。那我用的这款专一洁面呢，它是用电解水为基底的， pH 值呢本来就比较接近皮肤，所以多停留一会儿也没关系，不会去破坏我们的皮肤屏障。所以呢，普通洁面我就不太建议你这么用了。那我们蒸完脸之后，直接也是掬水洗掉就好。洗完脸之后呢，你可以稍微的摸一下你的脸，如果你还是觉得有点粗糙，或者是有点坑坑洼洼的话，就可以上这个水速 peeling 了。你要在湿手湿脸的状态下挤一泵，然后轻轻的在皮肤上打圈，角质厚的地方呢，你就可以 feel 到慢慢的可以搓出一些泥出来，就像我们去搓澡一样。那薄的地方我们就轻轻带过就好。水速的话呢，其实就是氢，它是抗氧化的，它的作用呢是可以清掉我们皮肤表面的老废物的，让我们的毛孔变得更干净，皮肤更透亮。重点是它真的超级温和，我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，其实拿它在皮肤上 peel 了5次都不会泛红，所以我觉得敏感肌的宝宝们也可以放心使用。然后你就可以用洗脸巾轻轻的把脸擦干。这个时候我想插一句的就是，洗脸巾的话我就真的只用1头，因为真的用完之后就回不去了。最后我们就上今天的重磅一步，就是这个 Lofredo 的蓝色矿石面膜。它的日文品牌名字真的超级难念，不过它的成分灵感呢是来自日本的岩盘浴和冬浴，就是那些日本泡完之后会让你的皮肤变得很好的疗养浴，把里面的矿石成分提取出来做的面膜。那它有个很神奇的地方呢，就是当你皮肤状态越差的时候，它涂上去反而会有那种噼里啪啦的电流感，然后当你皮肤状态好的时候呢，它涂上去的感觉反而会比较温和。那它就像是一个皮肤的晴雨表一样，我觉得这个还是蛮神奇的。涂好之后呢，你可以用同品牌的吹风机吹一下脸。这个品牌的吹风机它的出风温度是在100度以下，所以是可以吹脸的。要注意普通的吹风机是不行的哦。这一步主要是加速面膜的一个激活，或者你可以涂上去去泡个澡，这个效果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大概15到20分钟之后，用水轻轻的把脸打湿，然后用它送的这个刮板轻轻的把面膜刮下来，不然它真的很难洗。
或者你也可以用以头的洗脸巾打湿，用珍珠纹理的那一面去轻轻的擦脸，也很好用。那刮下来的这一刻呢，就是视频开头的那一幕了，就是一个鸡蛋机的感觉。好，让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的逻辑。去角质这件事情呢，核心不是去得很，而是要怎么样去得干净，但是又不伤皮肤。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一旦被破坏，就要花很久很久的时间去修复，所以温和真的很重要。我今天的这一套流程呢，每一步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用，然后你也可以像我一样一次做全套来做一个特殊护理。这样，如果你也是觉得你的皮肤比较难吸收护肤品，或者是你怎么护肤好像都没有效果，可以看一下去角质这一趴是不是有地方做的不是很好。好了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或者是其他想听的话题，欢迎你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